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荣哲，马上介绍这里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介文基，旺仔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队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总统的第5奖现在要喊卡了，所以现在网络上封他是赖一半。到底什么叫赖一半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 PTT 网友酸的，说赖一半是最会看风向的男人。怎么说呢？他说，2014年的时候，台南市长连任，结果突然跑去当行政院长，结果呢，做到2019年的时候呢，看到民调很高，很有利。突然想当总统了跑去当总统。那甚至呢，大家回顾一下过去的台风情况啊，2013年、2016年、2016年2次台风呢都只放半天假。那这一次呢，更好笑，团结10奖第5奖就取消了，看得出来这个风向不妙了。他说他是指台风，那现在会不会说这样情况是跟赖一半这个封号有关系呢？大家继续看下去。好，之前赖总统抛出这个军人要升等商务舱那现在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意见不太好？包括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哥就说说不会觉得是德政怎么说呢？他说可给军人加薪、给尊荣，但应该要给的是社会地位，包括了搭机优先行李多挂等优惠。但如果是强迫以后搭机都要升等商务舱的话，将会影响营运困难。航空公司敢怒不敢言，这恐怕不会是德政，而且会造成对总统的质疑。现在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了。没想到长大之后发现，这是我们国家格局反观要国家实质拿钱礼遇军人的时候呢，民进党全体都反对。反讽意味相当浓厚，甚至呢，现在有报道分析说赖总统这样缝合国家的撕裂伤口迫在眉睫，第5纵队作用呢，持续在隐隐发酵当中。所以是不是就归咎在第5纵队这边了？是又把最近的民怨又归咎在第5纵队了？好，那联合报也写出一篇两岸的分析两岸的观测，他说赖萧分进和解的宣讲不如回归宪法跟两岸条例。他说赖总统最近都在忙着国家10奖，但每奖呢势必都有惊奇。那萧副总统呢现在接受外媒访问了，抛出台湾是独立社会的说法。但是问题来了，赖总统呢是以团结之名来做开讲，那一讲就是10场。但目前看来，台湾有更团结吗？没有反而更分裂，甚至连民进党内部都出现分裂跟矛盾的声音了。那赖总统真的诉求是强化同温层的认同，要吹出绿营的基本盘，就有可能成功可以罢免蓝委。那现在在民进党的执政情况之下呢，是完全倒向美国了。所以呢，政大的退休教授冯建山就直言了，他说我们现在有点像是飞蛾扑火，什么概念呢？像一直想往乌克兰的模式去走扑向美国这个火，这样变成这样的情况吗？好，那现在呢，包括中国大陆也宣布要启用 M503的航线来衔接 W121的这个航线，国台办说这个对两岸有利能够对两岸同胞都有利。那台湾专家说呢，会加大这个台湾空防监测的压力。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好，另一个方面呢，这个今年的金厦永渡陷入僵局，海基会呢控大陆有政治算计所以那包括了陆委会就说了，这个涉及水域的安全问题需要审慎评估。甚至那个海基会的发言人直接说，这个是有陆方的政治算计这样的情况。可是大家想过去这活动办了几10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今年特别有问题呢？难道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形吗？好，那我们现在谈到了中国大陆跟美国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多国的领导人要抢着访中包括川普这个川习会前再度有条件喊话，习近平警告管好鹰派，言犹在耳。北京学者再摊牌，川普如果想见面的话，必须要先对台湾问题来做表态。那川普呢预计将率 CEO 团10月要访中国大陆。那上海复旦大学的这位院长呢，这个吴新博他就说他说如果要取得成果的话，第一个要做两个表态，第一个是明确中国是美国重要的商业伙伴，而非最大的战略竞争者。第二个是要明确表态说美国不支持台独。好，那现在美中关系在持续拆弹当中，川普说他跟 TikTok 磋商即将开始，而且强调他跟习主席的关系非常好。那被问到的时候是否对中国的一些批准协议有信心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信心，但我认为会，因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他认为这是对他们有利，而且也认为这个协议呢对中国有利，对他们也有利。另一个部分呢，看完美国的部分，来看一下法国的部分了。马克龙现在会王毅他称期待是时候
时机 OK 的话，他可以访中。他说法方期待与中方加强国际经济、金融还有全球治理等方面政策协调，来共同因应全球的挑战。所以你看了，包括美国、包括法国都相当期待要去访问中国大陆。好，先请教彬哥，彬哥你看怎么看？现在有网友封赖总统，大家过去说是赖半天，现在变成赖一半了。对啊，其实大家都万众都在期待总统的第5奖，结果现在居然就临时取消了，然后也没有说要改在哪一天。对，那到底还要不要讲，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个让我们很多人晚上都睡不着觉，你知道，真的，我们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期盼的在等待昨天，在敲碗哈。对，我们就是很想听到赖总统的演讲，所以我真的是殷切盼望赖总统千万不要半途而废。你这是团结时讲，团结时讲到一半不讲是怎样不团结了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已经团结了？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很奇怪嘛，对不对？讲好要讲就要讲嘛，对，男子汉大丈夫说要讲就要把它讲完。拜托赖总统不要让我们那个失去信心哦，不要停。对，还是要继续努力，继续把它讲完，最好讲20讲、30讲、50讲、100讲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只讲4讲就不讲，拜托了。那赖清德。大家记不记得他外号就叫赖功德？所以他的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叫别人做功德。是，当年就叫这些长照的这些照护员做功德，叫他们就当吃苦当吃补啊，是，反正薪水低一点你就认了吧。功德台湾，对不对？对啊，那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啊。他军人就都这样，那你们这些民间航空公司，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把他们升等啊。然后呢，经济部就打电话去叫餐厅，你们想办法请他客人给他打折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政府不出半毛钱，是。然后这个宣称自己最照顾军人的政府，结果呢，在野党要去帮军人加薪，他全部反对，全党一致反对，没有人要帮军人加薪。然后这个政府告诉我说他最照顾军人，这不是很好笑吗？出一张嘴而已。对啊，你去问军人嘛，他到底是希望座舱升等，还是希望加薪？我想大概所有的军人回给你的答案应该都是很一致的，对不对？我还很少见到说宁愿升等不要加薪的，钱比较实际。对，我不太相信有这种人哦，所以我觉得。不要慷他人之慨，不要老是凹人家做功德嘛。你自己付点钱会怎样嘛？而且我讲难听一点，那个钱又不是你赖清德出的，讲实在话，那是所有纳税人出的。那为什么你们就不同意让军人加薪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嘛？所以不要再搞这一套，老是叫人家做功德。政府的钱本来就应该拿来照顾所有的大众、社会大众、军公教，还有所有的一般的民众，都是需要照顾的对象啊。为什么要有这种分别心呢？老是用凹人的方式，这不是很好笑吗？那我也必须讲，赖清德现在说是说团结时讲，实际上他每一讲不都在分化吗？他每一讲里头都在隐藏着，就是在台湾的族群之内找敌人，就不断的在把别人打成杂质啊，不是吗？然后每一次讲错也从来不道歉，就跟你硬凹到底，要不然就是偷偷删文。请问一下，他说马英九自称区长，到现在赖清德道歉了吗？这是非常严重的侮辱跟指控哦。但是赖清德有道歉吗？完全没有，人家根本就没这样讲过，你硬要这样凹，这就是赖清德啊。我讲的难听一点，这个人就是死不要脸，还有什么好讲？我们怎么会选出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总统？我还真的是很佩服。然后台湾居然还这么多人到现在还在支持他，真的是够了。难道不要脸是台湾人的天性吗？这真的是台湾的悲哀啊！然后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筹码全部丢给美国，可是美国有给你好脸色吗？我们本来不是说关税谈判我们是第一波吗？现在人家越南都宣布了，7月9号快到喽。对啊，那我们到底是怎样？左口还在说现在谈判正在进行中，还说要把这个所有台湾的利益都维护住，最敏感的东西绝对不会放弃。你台积电都已经送人，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能够守得住的？你在讲什么笑话？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什么事情都不会搞。我觉得我非常担心，我们就在眼前，我们大家所有人会眼睁睁看着台湾被赖清德被民进党出卖。好，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呢？其实从这个赖清德这个什么团结十讲前4讲看来，就是其实不是团结10讲，是台独10讲啊，讲了4讲了。这些内容主要就是绕着台独讲嘛，对，从历史开始，结果呢？我们这个当时台湾人有派这个制宪代表团到南京参加制宪会议，都是台湾当时的社会精英啊，李万居、张七郎，对不对？
连战的这个连震东，都是台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个地方的士绅，是对，而且是最受台湾人民这个拥戴的一群这个精英，去参加中华民国制宪会议，结果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在猜奖的4奖已经社会哗然了，大家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太离谱了吧？对，还提出一个什么杂质说，这个会讲这种言论的，我跟你讲，只有法西斯政权才这样子讲。然后，所以还有就是那种极端的宗教神权教派政府才会这么讲，才会在内部还有说别人有杂质，人民是你的主人，你怎么说人民有杂质呢？这开玩笑嘛！我们现在民主时代了，你赖清德还有你那一干人等，在现在的社会定义，你们都是人民的公仆啊！你不要反客为主啊！主人是人民，你居然讲人民有杂质，这个就很离谱。另外呢，更好笑的就是我们在讲说，军人坐飞机都升等，我还以为是说军人买飞机票，对，如果是公务的话，那么所有的机票都给他坐商务舱。是，对，我们现在公务人员也有可以坐商务舱啊，9职等以上，飞多少小时以上的人都可以坐商务舱啊，这有规定啊。结果你搞了半天，还要你每个人去都可以升商务舱，人家商务舱都事先买好了，都画好位的，你怎么给人家升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啦。那所以这个才3奖3、4奖下来就已经荒腔走板，那么这个显示我觉得基本上肚里没料了，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台独的东西。那再讲下去闹更多的笑话。那你说实话，你要做台独10奖的话，其实你越讲，台湾社会越分裂。现在台湾最分裂台湾社会的一个议题就是台独，你一定会把台湾社会分裂掉。所以这个说实话，你讲了4奖讲不下去。那你如果要宣扬台独的话，你就不要打这种，打这种名字，那什么还团结？说实话啦，看很多人就说，我看有报道说根本是他为了因为这个台湾一小部分那个极端台独分子过去支持他的，不管是海外还是岛内给他很多支持人，觉得说你到底要不要台独啊？你做了中华民国总统，你就忘了台独吗？用台湾中华民国来台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嘛。中华民国是中国的政权对不对？中华民国它跟中国大陆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宪法领土上，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就包含了中国大陆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名称上，我们台湾人通通是中国人怎么能说不是中国人呢？对你要不然你就去改宪法，他又不改。因为他恋战这个官位，他下面一大堆人要靠中华民国这个招牌混吃混喝，然后向台湾老百姓征税，把这些税来增加个人的福祉。那最可笑的，你讲国防，讲了半天以后，你自己2个儿子在美国，你把国家搞得那么兵凶战危，结果呢要打仗了，天天要把仗跟立法院要钱去买武器，要年轻人去服1年的兵役。对不对？然后要办演习，还要动员这个民间的力量，然后呢，你2个儿子都不在台湾，这个古今中外没有人这样干的。你要坐这个位置的话，你要宣扬战争，你准备打仗的话，先展示你个人的决心，不要我们台语有句话，把人跟西北料行，这个实在是我觉得他不讲真的是对他比较好一点。是这个舰长，你是这个军人出身，你怎么看他赖总统抛出这个升等这个情况呢？从我国中毕业去中正预校3年，然后官校4年，然后服役20年，在这27年的记忆里头，民进党一直都说军人是米虫。那而且呢，我们其实军公教的年金被砍也是在蔡英文任内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这样讲，什么时候民进党开始改变呢？也就是从蔡英文那个年代，他开始说，哎呀，这个油漆与割草不会让国军更好，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对国军较为友善我礼拜5的时候就拿出在我们节目里头就拿出这一张的这个手板其实在美国的论坛，他其实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
我买了商务舱的票，然后我看到了军人，这些军人就是帮美国打下天下的，所以他愿意让座给这个军人，我去做原来军人的这一个经济舱的票，主动让座，对，主动让座，这个才是事实啊。那但是呢，这也不一定是全面化。例如说，我们讲到AA， 也就是美国航空，它不是这样，它的政策就是它如果是那个商务舱有座位，它会让穿军服的军人，不是你拿出证件的军人，是你穿着制服，他就会那个帮你主动升等了。我们来看到啊，这是我们这个是之前在阿富汗的这个战争的时候，他们的这一个军人一共13个回国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在机场里面，他们是怎么样给这些军人温暖的，就是这一些机场塔台的人员去帮忙拍手，就是当他们从登机门出来的时候，拍手表示对于他们的肯定，甚至他们的飞机要靠那个要停机之前，他们甚至都有喷水礼，这个就是他们对于军人的尊重。是。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说啊，这个 AA 也就是 American Airlines， 它其实呢，它就讲到说，这个是它的语音，然后 Google 做的YouTube 做的翻译啊。他说，美国航空的政策就是如果有空位，就让军人升等，这是他航空公司要做的，这个不是政府要求的。那其实我们这里看到，他说，其实这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状况，他有3个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升等的。可是呢，他们有这一些人直接就乘客原来坐在商务舱的，他站起来。就是说我让这些军人做，这个就是实际的状况啊。那个政府不要过分去扭曲，叫航空公司跟这一些各种的商家做功德。你既然不愿意帮这个军人加薪，你就站出来说啊，不要等到国民党的委员以及民众党的委员通过了，你现在开始在后面加油添柴，搞9月3号的活动，想要那个跟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的这个活动一别苗头，你是办不到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玩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美国德州啊，哇，现在大洪水啊，那是不是显示川普的执政失能呢？我们一起看这画面啊，这个德州的洪水现在已经增加到52死了，夏令营的寝室啊，哇，满目疮痍啊，已经有20多名女孩呢，目前仍在失踪当中哦。那德州当地啊，在4号的时候突然暴雨之后呢，哇，造成严重的洪灾。那现在传出说呢，甚至在夏令营当中，很多的女童呢，甚至有些女孩呢，在睡梦当中。被冲走。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在德州这个洪水的缩时摄影哦。这个河水啊，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呢，是瞬间暴涨起来。这个画面呢是用缩时摄影拍下来，大家看的画面，一瞬间河水就暴涨起来，非常的吓人。好，那现在大家也想找这个官员啊，官员到底在哪里呢？现在啊，美国德州官员啊，在回应灾情的时候，居然一问3不知啊！哇，真的让人家晕倒。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Yesterday, Texas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ut out an all-call. Why weren't these camps evacuated? I can't answer that. I don't know. Well, you're the judge. I mean, you're the top official here in this county. Why can't you answer that? There are kids missing. These camps were in harm's way. We knew this flood was coming. We didn't know this flood was coming. When it rains, we get water. We had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is was going to be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ed here. 这个一问3不知的情况，在台湾可能就被罢免了哈。那现在呢，这个他说，我们不知道会有洪水啊，没人知道啊，当地根本连预警系统都没有，哇，那真的是很吓人啊。那你看哦，现在洪水已经增加了52死了，至少还有15名夏令营的女童哦，现在是上升的情况。居民质疑根本就是人祸酿灾，不是什么天灾，天灾有没错，但人祸才可怕。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当局啊，4号凌晨才开始陆续发布最危急的关键破洪警报。那许多民众呢仍在熟睡当中，根本难以接到警报。大家睡着了，怎么接到警报呢？后来引发当地民众认为，这个当局应变不当，
决策错误，造成重大伤亡。那现在德州呢，紧急的管理这些官员呢，周四警告现在包括了西部跟中部呢，未来几天将面临到洪水的威胁。那德州紧急这个局长呢，他说周五晚间他强调，预报内容呢是没有预测到我们目睹到的雨量，所以你预报系统根本就失灵嘛，所以造成这样的悲剧。好，那现在呢，这个德州爆洪52死，现在川普他也生气，他说他也被点名说遭到质疑是你删减气象部门数千人导致预警失准。这个美国国家的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前署长，他向路透社指出说川普政府已经对这个 NOAA 裁员数千人，导致许多的气象部门人手不足，不可避免的削弱精准的预报能力。好，那对于川普来说，他现在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太震惊了，太 shock 了。”好，被记者问到这次的洪灾的时候，他只淡淡的回答说：“太震惊了。”好，那可大家网友炸锅啦，说：“怎么讲的好像跟局外人一样？”不知道多久才能看到美军到现场去支援。那现在德州的州长已经特别请求川普签署灾难声明，以便受灾的民众呢能够提供联邦的这些援助。那川普在嗨什么事情呢？这个已经发生天灾人祸，你不好好处理，他现在嗨的是大而美这个法案现在呢，我们看这画面这个美国的议长向川普奉上了这个议事锤，美国人惊呆了。这个是美国的直播画面在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军人跟家属的簇拥之下呢，川普在白宫的草皮上签署的这个法案。他说总统先生这个是用来通过大而美的法案的木锤强生呢一边把手奉上，一边对川普说：“我们想把它给您，希望你能够收藏起来。”这个可能让很多德州的居民看到会吐血。好，那川普的大而美法案通过之后呢，美国短期的这个国库券恐怕会倾巢而出市场预期美国的财政部呢将大型发售短期的国库券，这将考验投资人的需求。而国库券呢是美国政府发行1年期以下低风险的国债，殖利率呢已经来到4%以上。那现在另外部分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马斯克，现在不得了了！现在马斯克呢宣布成立美国党，而且还要投入2026的选战而且民调更是吓人有40%的美国人支持这个非常吓人。那有关建立新的党派美国党的投票当中呢，大约有收到124.9万的网络投票当中呢，有65.4%的网民是支持成立这个新党了。那也提到说如果马斯克真的成立第三党而挑战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话，大约获得40%的美国人支持。好，那马斯克呢，他组织美国党竞选美国国会吗？华尔街日报就说，可以搅局。搅局两党拉票，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那现在看到川普对中国大陆是不是节节败退高喊这个煤炭回来了，酸风机是中国制的。川普大战这个大而美法案呢，是民主的胜利，不忘高喊，这个煤炭回来了，甚至在搬出他的风电无用论，认为风力发电机呢既是脆弱又贵厂商，非常贵的意思。而且美国的风电机都是由中国制造。好，那现在呢？美国要严拟要削减预算，现在美国专家级难道连南极都要拱手让给中国了吗？好，因为川普呢政府严拟在2026年大幅删减这个极地科学的预算，用于南北极的研究经费可能会减少70%。好，那美国智库就非常忧心他说，如果中国的影响力上升，而美国停滞不前或是减少能力的话，那么中国会取代他们的位置。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这场德州的大洪水灾难？这个当然天灾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可是问题是这次的天灾显然有人祸的因素在里头，因为整个预警系统完全失灵，是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当地的官员对所有的事情一问三不知，对，然后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们的预警系统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真的是因为川普删减预算的原因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我想美国要赶快去把它找出来，因为其实现在极端气候越来越多，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新的灾难出现。是，所以如果一旦掉以轻心，没有赶快找出原因的话，可能灾难会接踵而至。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川普如果没有办法赶快补上这个漏洞的话，我相信美国如果灾难持续发生，我相信美国民众也会开始质疑川普的能力到底是不是像他所宣称的这么神奇啊？那可是川普就是一个非常好大喜功的人，那一直沾沾自喜他的大而美法案。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什么？他自己狂妄好大喜功也就算，大家没有注意到吗？现在美国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狗腿政府，是，连议长都像狗腿一样。
怎么会这么离谱呢？把那个锤子送给你。对，然后然后你会看到整个共和党里头，现在大家都在拍川普的马屁，这变成让他变成更目中无人，然后每天就是吹嘘自己这个多厉害，那个多厉害，可是事实恐怕完全不是这样。这样子下去，美国政府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内部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居然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恐怕是很多人完全不可能预料得到。而且川普2.0显然比他1.0的时候还要猖狂，还要离谱。现在完全就是整个政府都是由一群马屁精组成的，我真的觉得非常恐怖。是这个马屁精政府。那马斯克大家都知道他要跟他翻脸，对。可是他现在说他要成立美国党，因为那个大而美法案他看不下去，而且实际上那个大而美法案直接把对特斯拉相关补助这些东西全部都剥夺，那个要他的命，他当然要跟你拼命。可是问题是，马斯克真的他一旦成立了这个美国党之后，真的会有这么多40%人支持吗？我看恐怕未必。而且不要忘记，川普是总统，川普手上有很多方式可以对付马斯克，可以好好玩你，对不对？对，甚至他真的取消他的美国国籍，把他赶回南非也不是不可能。我讲实在话，川普说得出，他不见得做不到，因为他很多疯狂的事情，川普都敢干哦。所以马斯克到底他这个成立这个政党之后会发挥多大的作用？我看恐怕有待观察，恐怕不像很多人想象中这么顺利啊。那至于说川普啊，他习惯性的就是鬼扯，就完全不按照事实，他想到什么讲什么。你知道他光是风机这个事情哦，他说，我们的风机都是中国大陆做，但很奇怪，中国明明做了这么多风机，可我看中国从来没有用风机。你知不知道中国是全世界风电最大的生产国？你到底在讲什么啊？他们去 Google 一下，这个人根本就在信口开河，你知道？但是他每天就是这样胡说八道，然后美国人好像也还是买单，还是继续纵容他这样胡说八道。那我们台湾也有人这样子企鹅效尤，就是赖清德。赖清德现在也是在跟川普看齐啊，每天都在鬼扯，都在胡说八道。世界演变成这样，我觉得民主政治的重大漏洞已经浮现在我们眼前了。好，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呢？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啊，过去曾经最强大的国家，可是这10年、20年甚至30年啊，这国家没有进步，它还存留在它的过去那个自以为很强大这个光荣的这个幻想里面，那所以经不起考验。是像这种事情的话，在现在一般很多已开发国家的话，都是可以掌握的，那现在完全不能掌握，而且他们的心态上也是非常的松懈。我们刚刚看了那个主管的那官员这样讲啊，事实上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是很多人是失踪，对，没错，很多人失踪。你知道当时那个主管的这些救难的官员怎么讲？他说不会有事的啦。他说他们到时候很多人现在可能是爬在树上，或者怎么样？他把人当猴子就对了。他说现在很多人都爬在树上，到时候都会水退了，他们都会出来。他讲得很冷血呢。对，结果现在呢，现在才发现这是一个在当地非常受欢迎的女孩子、女学生的夏令营，办一个夏令营就如此的松懈。你选在这种低洼的地区，然后有这些暴雨的时候，你一点警觉性没有。那当然，这种气候的变化，你要有很强的这个监测跟预测的这些科学的机构。其实川普你乱砍没有问题啊。你可以砍什么 USAID， 在全世界搞颜色革命，你可以把这个美国之音给它砍掉，这都是浪费钱的，对人类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可是你说美国的海洋及大气总署，这个是研究整个全球气候变化，是尤其包括你美国的这些气候的这些监测、预测，甚至管控机构，你把这些人裁掉干嘛？我在想了半天，我想他反对气候变化嘛，所以啊。你反对气候变化，你把科学研究机构也一起砍，你认为这些科学报告都是什么造谣吗？所以这个就变成川普事实上这个人很主观，他不够科学。大家全世界都越来越重视这个气候暖化造成的气候的这个快速变迁。你现在美国是正好往回走，研究的机构给它砍掉。然后现在呢，过去搞绿能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这些能源，你把它的经费通通砍了。然后呢，现在鼓励什么？去开发石油、开发煤矿，加强这个所谓的这种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些所谓的化石燃料的开采。
不通通在开倒车吗？没有科学根据。所以呢，就川普啊，你说他像个当皇帝一样，我跟你讲啊，他不是当皇帝，他就是个土皇帝，哎，没有知识，不尊重科学，把美国已经是千疮百孔的这个国家啊，带向更糟糕的境地。这是美国的国运，我们啊，只是他不要造成我们台湾的灾难，我们就好了。好，请教吕舰长怎么看呢？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的时候啊，那他其实资助川普以及相关这些国会议员啊，一共是3亿美元。那现在呢，他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啊，那结果获得的就是一场空啊。然后虽然呢之前成立了这个政府效率部啊，不过他在离开白宫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觉得当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通过的时候，他这一个之前那个政府效率部所进行的各种瘦身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其实对于尤其是对于这个经济阶层中下的更是糟糕，因为他收回了缩减了这个有关于医疗保险的部分，以及那个社会边缘人的这个食物券的部分。但是川普讲不是这些，川普讲的是我大规模减税啊。那大规模减税减的最多的是企业跟有钱人的税啊，中产阶级以下的那能减的税非常有限。那至于说有关于这个电力也是最重要的其中之一啊。那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它的电好像感觉上来讲啊，跟不用钱差不多啊。我们大家无论是到这个成都或者是重庆、上海去看看这些城市，晚上那些光雕非常的漂亮。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它执政的一个眼光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从这个无论是蒙古或者是新疆或者是西藏啊，它一共呢有39条的这一种特高压系统啊。那刚刚那个有说，川普说他没看到怎么样发电啊，有关于风电的部分啊，光2024年啊，他就传送了1100亿千瓦的电，直接回到这个东南的这个最主要经济发展的地区啊。那我们看到光能，大家认为最强的地方，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其实是蒙古，还有就是内蒙以及西藏的部分啊。这有非常绵密的特高压系统送电。那另外呢，还有水能，这个也就是大家常常在讨论有关于中国大陆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之间开了非常多的这一个水坝。那其实它的水坝，也就是我们讲到它的水能的部分。那至于说风能的部分，也是其实是东北以及新疆以及内蒙最多。他把这些电全部送回来，然后当然他还准备了非常多的基础用电，也就是有关于核能的部分。我们来看看台湾，其实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则谈话他在讲说，我们今天在高雄停电，明天在台南停电，后天在台北停电，这跟轮流供电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满足了这个民进党的神主牌，也就是非核家园。可是真正受苦的是我们，然后那个每一个人啊，然后结果你超科的这个税款，你竟然直接补贴台电，那就跟补贴民进党有什么不同呢？你为什么不补贴到每一个人身上呢？至于他家怎么样用电，对不起，跟你赖功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习近平现在真的有要邀请川普去吗？因为川普的讲法是这样，他说他们邀请我去，我可能会去，他也可能来，反正就是中方有给他邀请啦。那现在呢，川普他跟中方这一边下个星期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叫做谈判 TikTok 的交易。他说呢，美方这边基本已经达成协议了，那剩下的就是中方这里，包括习近平等等，希望能够支持这样的协议。
只是如果说在今年的下半年确定要去中方访问的话，那大陆这边学者就强调啦，说行程要成功有几个必要关键。譬如说，今年晚些时候，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就是 APEC， 要为他访入来提供一个潜在的契机。在那个时候呢，他聪明人，他应该要知道公开场合你该做哪些事情。那么现在呢，除了说这个有关于 TikTok 的交易之外，最重要的大家看的还是关税。毕竟呢，已经今天7月6号了，那再下去呢，它是不是已经要开始寄信给各个国家？打贸易战下去传出，美国24小时连退3步。好，这当中包括了这个晶片设计软体，现在呢本来说要限制也放宽了，然后本来呢这个乙烷没有要出口，现在呢也放宽了。还有是飞机的发动机、引擎没有要给中方，现在也给了。一次退3步，环球时报的讲法是说呢，这中方不是任何美国人可以拿捏的软柿子，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嘛。那现在呢，如果说你要筑人为的墙的话，脱钩对你来讲，他们相信不是好事情。刚刚讲的这个发动机还包括什么？美国撤销了 C919的发动机驻拱禁令，那中方这边传出是满意的，但是不会满足，因为对于中方来说，更重要的还包括了半导体业以及电动汽车领域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做出让步？反正美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有点僵住了吗？好，原因是因为呢 ，Wall Street Journal 就直接讲了，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希望呢跟美国形成一个僵局。那这个僵局呢僵在那里的时候，反正时间如果在他这边的话，他慢慢的是在自己的国内来做一个经济复苏，做一个内循环的调整。那之后呢，他在全球的部分是开始多边结盟。以及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这个呢，可能是他为什么要争取僵局、争取时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已经在他国内进行了一大步，因为他的大而美法案确定通过了。只是在这一次大而美法案当中，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在给他警示，特别是在清洁能源这一块。好，原因是因为呢，风力发电，川普就讲，你们一直在讲说什么？中方会在大而美通过之后，以后呢，他们就会领先这些清洁能源、风力发电，不是嘛？零件大陆制，但是中国根本没有风电场。他讲出这个话之后，马上被打脸，中国怎么会根本没有风力发电厂呢？再者啦，如果说呢，现在你这个能源战要这种做法的话，就直接被评论讲了，那就表示你还是回去拥抱过去嘛，你还是回去拥抱你原本的这一些石化啊，这些产业。但是中方呢，他们现在在推动的是什么？是新能源的研发，包括了专利的申请，包括了太阳能电池、电动车等等这方面的出口新山样，一再一再的进步，那就等于是你把未来的趋势拱手让给中方啦。纽约时报呢更直接的说，其实美国现在所陷入的不是只有能源议题而已，基础建设也算是一个危机。原因是因为呢，去年冬季大概有2/3的地区是面临停电风险的，它的电网其实现在呢是有点捉襟见肘，不是那么样全面性，甚至是很脆弱的状态。他说这一些其实都会降低民众的生活素质。那当然也让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这不就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怎么在他们的国家当中也会面临2/3地区有停电风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至于回头看中国，好，中国现在他们要做什么？壮大自己的实力嘛。现在看到呢，他们开始慢慢在做整合了，特别是在传播业的部分呢，合并了中国重工、中国传播跟中国重工合并获准，市兆就会冲破兆元，就会变成造船业的一大龙头。那当然，它之后的规模变大了，它的订单数一定也会领先全球。那韩国这里呢，则是出手了，韩国这边呢要帮美国来重振造船。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美国先前来谈的时候，或者是他们那边有军方的人员过来的时候，看的都是韩国的造船厂，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制造实力了，希望呢有能力的韩国来帮忙他们抗衡中国。只是，即便你真的帮忙了，那会给你一些甜头吗？现在在谈关税，我们刚刚讲了7月6号正是一个关键时刻，到10号之前要把信通通寄完，对吧？李在明就讲了，反正跟美国的贸易现在就是不明朗啦，那我们的贸易部长会去美国跟他好好的谈什么？谈说
既然现在还没办法那么好谈，很多东西还不确定，我们是把期限宽限一下，延长一下，慢慢谈。但对于川普来说，他说没有延期这件事情哦，只是那个时候这样讲，现在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川普每天讲的都会不一样。来，回过头请教一下杨老师，您怎么样来看习川会呢？现在川普的讲法是，他邀请我了，我可能会去，也可能他来。川普现在去中国大陆有2个时间点哈，一个是9月3号，对，中国大陆举行80周年抗战胜利的这个阅兵大典。川普很喜欢看阅兵的，所以他说不定会去，而且他也顺便可以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见面。当然，他的国务卿卢比奥这些人可能是告诉他，你千万不可以去，你给这个面子给大了啊，美国就变成好像是3国鼎立当中的一国啊。那可是川普这个人很务实，所以很难讲。第2个时间点是10月下旬，也就是 APEC 的在韩国开高峰会的时候之前或之后，他去中国大陆访问，转过去，那这是有可能。那或者是他们干脆就在韩国见面，这也是有可能。那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8月12号啊，因为美中之间在5月12号的时候，在日内瓦的会谈讲了90天，那就是8月12号。所以他能不能可能在8月12号谈第一个芬太尼的关税，第2个还有一个24%、25%的关税，那第3个呢？当然就是稀土跟科技管制。那现在才是真正浮到台面上，变成美国拿科技管制啊，过去的科技战一直在打压中国。那现在中国发现到有一个王牌，那就是稀土可以透过出口管制掐住美国从汽车到军工业的这个卡脖子，所以双方啊有点在互卡喉咙啊，互卡脖子。现在有这种情况这种出现。那当然，如果他要去中国大陆或者是在 APEC 跟习近平见面，还有一个千万不要忘记台湾问题。他一定会说出来不支持台独吗？这个可能是北京的最低的底线，甚至更进一步会有第4公报，这个都是我们在密切观察的。那中美之间在绿能跟清洁能源的问题哈，那这个其实在他的这个大而美900哇，现在搞不清楚几页了，947页本来是说法，念了16个小时，那现在过了，各种问题，基本上它是个大富翁法案，就对这些有钱人有帮助。然后呢，也说不定在这个接下来的半年，面对川普的关税开始出现，然后呢，就是东西开始涨价，通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它也能够平衡这个经济，也不一定。但是我是觉得这基本上是2个这个英文的讲法，一个叫 old money， 它就是一种 old money， 来自于就是比较地方上的、比较传统的这些产业也好，或者是石油、天然气，那传统的思维。那另外一个呢是 old school， 那就是传统思维。所以这种 old money 跟 old school 在现在这个川普的大而美，你就看得很清楚，以及他整个川普的 MAGA 其实代表的都是这样子。那当初马斯克所代表的就是他不只是首富啊，他是这个新创产业的代表领头人。那他支持川普，其实是对川普的吸票是有很大的帮助。现在马斯克不玩了，甚至要跟他搞对立了。那你就看到这个整个共和党变成就是 old money， 那 old school， 我讲了2个 O， 基本上其实就是跟中国对比起来，你看那个绿能呢，跟那个清洁能源呢，就差别很大。华盛顿邮报做一个好长的一个报道，照片一个对比，一个是在中国山西省的过去的煤矿，通通就变成这个重电，就是太阳能光伏板啊，整个一整片满山满谷的。那另外那边呢，就是全部都是那些钻油井，什么东西呢？在加州，你想想看，在加州啊，加州事实上是很多这种钻油井的，就一个一个连接的。那你看这2个那个景象啊，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也都搞出口。中国大陆这个新三样搞全世界的这个出口，然后已经引导新的能源出口，然后以及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供应链关系。美国这边也搞出口，韩国、日本，包括我们台湾，你现在要买天然气，阿拉斯加的甚至要建港口，那你基本上你就变成什么？你就是要透过政治的压力、外交的压力，
关税的压力你去买，那当然价钱也比较高，所以现在变成是，那当然这里都不讲什么东西，就是现在你看天气这么热，整个全球暖化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到底未来代表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两个大国的竞争哦，你就看到两个不同领导人就选择这个方向完全不一样，那就慢慢的可能会显出越到后面呢，这个高下之间的差别就越明显。是要请教一下燕老师会怎么看？我想第一个就是川普在第一任期之后跟这个习近平一共见过5次面嘛，那2次是双方互访啊，就是一次是习近平到这个佛罗里达 Mar-a-Lago 去，那一次是川普到北京正式的访问。那另外还有3个，就是我们讲就是会外会啊，就是他们参加，譬如说G20的这种会外会。那其中有一次是 APEC 的会议，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见，但是没有见，是因为他刚去完大陆啊，那就觉得说没有必要马上再见面。那另外还有一些都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啊，就没有碰到，比如说 APEC 啊，因为智利什么地震取消了，然后又变成线上了，那就没有。那这一次我们看就是说，那如果他们反正就是一定2个人有他们各自的群组啊，川普呢有这个北约的群组啊，有这个 G7 的群组，那他会参加那边的，那这个都是没有习近平的。然后习近平这边呢有这个我们讲说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也好，或者金砖会议也好，那还有就是他可能他自己的一些群组。那另外就是 APEC 跟这个 G20 这2个人共同会参加，所以我们每次都会认为说这个是他们一定会见面的机会。那见面机会要不要有会外会？那韩国今年就是在庆州嘛，就是10月底在那边。那如果在那边举行，要川普跟习近平，要不然就是先去那边，在那边见面也可以啊，或者就是先去大陆访问，然后再回头去庆州，然后之后马上又有到南非的G20的 meeting， 所以最晚大概就是这2个一定会碰到，至少这2个一定会碰到。至于像东协的一些会议，包括东亚高峰会啊这些等等，他们就是大陆可能是派这个李强派总理去习近平有的时候川普有的时候还不一定会自己愿意出席这种会议，所以大概的时间点，刚刚杨老师讲，你如果9月3号不行，那后面2个绝对是最好的契机。那他们到底想不想是正式访问？我觉得也不是不想，但是要有正式访问你那个整个的我们的下的赌注就会高很多然后要求的条件也会多很多，所以这个是大家现在事前要套招好。那问题是，川普跟习近平2个人的这种访问、出国访问的这种形式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过去看到习近平去访问，在这个加州跟这个拜登见面的时候，整个过程那个演练就是非常的一步按部就班，就好像你今天在舞台剧在排戏，这边什么几点钟你出场，站在几点钟的位置都排得好好的，然后餐是什么餐都弄得很确定。那大陆的这种大国的这种元首外交都是没有意外的，可川普很喜欢搞意外，所以你今天譬如说跟习近平跟他在这个 Mar-a-Lago 吃饭的时候，忽然他就炸了这个叙利亚。他就反正会有这些，所以我认为大概第一次应该是直接会到北京，那完全是由大陆能够掌控因为毕竟在自己的这个主场有一个优势，它可以掌控，不让你脱稿演出太严重那这个是。那如果说今天是在会外会，那就比较简单一点，大概大家各讲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比较简单的，是双方各有一个新闻稿出来，然后各有不同的讲法，然后大家也互不承认，也互不否认就好了我觉得这2个人见面确实是有必要，但是至于说美国现在这个经济退回去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向主张的，譬如包括绿能，我自己知道，在美国我们从70年代开始，美国就因为那个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就开始发展绿能，所以美国的绿能全世界的科技最早是美国，结果现在你看，不但只是被人家追上，而且搞不好还要回头去发展石化能源。我觉得这个是
蛮讽刺的，就是美国它自己一个工业大国，它在就是过去发生了我们叫做去工业化了，变成 de-industrialization 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这么有悠久历史，在经济工业化表现那么好的国家，但是却现在舍弃不往前走而倒退，那是蛮可惜的。是，请教一下舰长。我觉得我非常好奇，川普是不是在9月3号会到中国大陆北京去参加那个阅兵？那我也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第一个你去看这个问题因为是川普要不要去，所以基本上你要站在川普的立场去看，不是从我的立场看，不是从你的立场看，你要想川普想不想去，好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川普是很主观意识的。他不太听这些专家的话的，然后可能人家跟他讲说你去会有什么影响，好比说可能是不是给这个北京习近平加分啊什么等等。其实川普这个人做事他不太去想我给人家什么，他很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第一个是我能得到什么。记住，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都在想是我得到什么，至于别人牺牲什么，别人得到什么，那是次要的，守在他自己能得到什么？那你接着你在想说，川普这个人又这么爱热闹、爱面子、爱好大喜功，尤其喜欢那个镜头一照到他，哇，他就立刻好像打了鸡血。那个没有镜头，他就可能又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所以他喜欢热闹的场合。中国大陆这一次的93军人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阅兵。那这次阅兵是庆祝2次大战的胜利。2次大战当初哪几个国家是几乎带领这个世界打赢这个二战的呢？大家看看第一，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有英国。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国家的领袖去是合情合理的。那只要想到这个，我相信川普可能会认为说，他愿意去。那你叫我现在看起来只差一样东西，能够给他什么伴手礼？如果这个伴手礼他觉得是值得的，我相信川普一定会出现在93那个大阅兵的场合。其实呢，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川普他到底当下他有什么该忙？而大而美通过之后应该很好，大家现在忙的是天灾啊。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德州现在突然传出了洪水酿灾，而且是造成了52人死亡。直接看画面，当时的这个洪水呢，不但是冲击了德州的中部科尔郡，甚至呢还造成了，因为它冲到了夏令营，很多小朋友呢说是在睡梦当中，人不见了。现在还有27名的小朋友还不知道去向，搜救人员呢仍旧在搜救失联的露营者、度假者，还有当地的居民。川普知道说这一切真的是太震撼了，非常的震惊，还说了他跟他太太呢正为受害者在祈祷。同时呢，德州这边的州长已经呢跟他来请求签署灾难声明，希望为这些受灾的居民提供一些联邦的援助。那川普这边呢，应该也会马上尊重这个请求，赶紧回应这个请求。但是你会问，为什么会突然酿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而且洪水要来，应该它会有一些示警啊，都没有吗？有人就讲了，是不是因为川普他削减了气象部门数千人，导致呢这个 NOAA 也就是美国国家的海洋及大气总署人不够多，所以呢才会造成他们没有办法提供准确及时预报的能力。好，这个部分呢，这是前署长出来爆料，当然了，进一步的还要再来调查。但是呢，线下我们能看到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美国国庆，除了有非常盛大的烟火烟花之外，但是多地是传出了枪响，包括了印第安纳，包括费城，包括芝加哥，都有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说还至少造成了2人死亡。而且呢，在这个周末，全美有大概300场的示威，很多地方呢都在举行反川普的抗议。先前不是已经有一个不要国王的活动吗？现在这个活动呢，则是配合着这个大而美法案一通过之后，削减了很多的社会福利，包括了食物券等等，会影响到更多基层的民众。所以呢，
也因此有更多人跳出来抗议。那当然，每通过之后，线下你可以预期的就是，因为呢，它还就是减税嘛，减税就是税收会减少，税收减少，国家钱不够怎么办？那就发债喽。短期的国债。国券可能呢就会因此倾巢而出，所以让债市的人呢现在是严阵以待。有人也说他这个做法就是寅吃卯粮啊，算不算是赌国运？有可能会让美国更加撕裂。毕竟啊，现在在减税之下，你算一算都知道，富人减的税其实比穷人还要来得多，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到底是好到了谁？而纽时呢正在讲说，为什么现在好像很少听到中方在讲话？因为敌人正在犯错啊，那对于中方而言，我没必要介入啊，让他去吧，看看他能到什么样的底线。也因为这个法案，以前呢跟川普很好，称兄道弟，几乎都快住进他家的马斯克生气了。现在呢，不是说他在意的只是能源他自己的这一些补贴，特斯拉补贴被砍而已。他说他很在意的就是，这不就是跟他原本那个要减国债这样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自己出来创了一个党，这个党已经成立了，叫做美国党哈 America Party。那他就讲了，这个美国党2026年，也就是明年期中选举，他要投入选举活动，他要给大家在红和蓝之间、共和和民主之间另一个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也有个民调出来，他主这个政党说有可能可以获得40%美国人的支持。最有意愿的是谁？你应该想不到，最有意愿的竟然是共和党的男性，还有政治独立的男性选民。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于川普造成影响呢？因为呢，现在也看到了这个党一成立之后，民营币就大量的涌现了。那华友讲啊，如果说他要出来真的跟川普对尬，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重复嘛，重复选民的话要对尬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毕竟啦，他现在呢还有一些制度的挑战，以及历来民意支持有限，再来这是什么潜在的受众之间的分歧，还有的就是商业上面。你还是一个商人，你依旧是有产业，依旧在做生意。像是你的 SpaceX 现在就传出说美军要放弃跟他的一个合作计划了，这影响是不是层面会更广更大？后续还有哪一些效应？回过头请教一下永明老师，怎么样来看？好，美国德州这一场大水，有一些人的讲法是说，是不是川普削减了气象部门的预算？没有那么直接的冲击了，没有那么快的冲击，但它的的确确是在德州的中部短时间下了大量的雨，大概他们说45分钟之内下了8公尺，很多，有将近3层楼的这个雨就是他们那个女生的营队当中叫做瓜达鲁佩河那这个是也前所未见的，可是这种。就是极端气候，不是吗？那我们刚才不止讲，现在全世界你都觉得极端气候不是太极端，那么真正极端都是这个末日预言啊，那虽然还好没发生，可是你会觉得现在这种末日预言、极端气候都带来的到处这种不确定性，真的是随时都会发生呢。而且它来的话，你根本无法准备。我们以前只是怕地震，现在呢？就是天气的热，然后呢，这个下雨。我们台湾明天现在大概台中以北的这个县市都已经要放这个不上班不上课要放假，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准备，因为它从台湾海峡这样上来，没有中央山脉这种护国神山的这个挡住那就刚才讲到了，那你每个国家政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降低对于全球暖化的冲击呢？因为极端气候一定也是这样造成。你我小的时候天气不是这个样子啊，印象中对不对？那但是我在看到新闻的时候，发觉到一个蛮有趣味的事情。今天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他出现了。因为以前不是他的助理是这个共谍吗？他一直神隐着，也不去立法院。结果他今天突然在 X 上面写说这个对美国表达就是说这个致意，希望他已经要求了德州休斯顿代表处要去表达这个致意。我说等一下，你不是外交部长啊？外交部长不是另外一位吗？那国安会秘书长突然做这个动作，真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了。我在想，他们大概跟美国的关税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想透过这一次呢，
做一个表达啊。所以有的时候做一些动作，你不要以为大家看不懂。马斯克的美国党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比所有其他的美国的第三党都有机会。美国不是没有第三政党哦，美国目前为止，除了共和党、民主党是在什么时候？19世纪的60年代就开始到现在，起码超过了160-170年。第三党有40多个党，比较有名的像是自由意志党，还有呢绿党，甚至宪法党。那这3个党只有一个叫做自由意志党，自由意志党是强调绝对个人自由的那它只有在州的众议院当中有过1席，其他在联邦跟各州通通都没有，绿党也没有。但是上2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呢，是有这个绿党或第三党的这个候选人得到了一些票数。杨安泽 Andrew Yang， 各位知道吗？那个就是那个时候要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他现在支持跳下来支持马斯克。明年就是的期中选举，他有没有可能获得一些席次？因为美国没有这种比例代表制，他通通都是选区的，而且众议员选区是2年选1次，就不太容易在人家的经营当中去把人家抢走。可是毕竟世界首富马斯克非常人也，那我们看看是不是明年的期中选举他能得到一些票，那得到一些席次，说不定扮演的像我们台湾的民众党关键第3党的角色，有这个可能。请教严老师。我对德州的感情还蛮深因为我在那里读书我2个硕士在德州拿的，然后我们学校里头的学生活动中心的每一个房间就是我们德州所有的河，有点像台湾就是说譬如你大学里头有个活动中心大甲溪、大甲什么什么浊水每个名字都不一样那这一次看到这个瓜达卢佩也好，或者这个圣沙巴也好，或者是 Brazil， 这些都是我还蛮熟悉的名字。那这一次我看到的这个淹水，就让我想起1989年那个时候在美国中西部那个大水，也是淹的完全没有人情的、没有预告的、不知道的一个大淹水那这种情况，那一年它更糟糕。那一年东南还有一个 Hugo 的一个飓风，然后呢，旧金山还发生了大地震所以现在来看，如果今天川普完全否认说有这个极端气候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我觉得最好笑是，他认为极端气候是大陆搞出来的一个假讯息，然后呢，目的是要让美国花更多的钱在环保上面，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这个是，然后他就完全不管，继续搞他的能源这个传统的石化能源等等，我觉得今天难怪欧洲也是，或者其他国家会担心，你美国本来是一个在科技上面领先，要带领大家度过这个慢慢就是走出一个比较担心全球暖化、担心这个温室效应等等的，结果美国反而现在是变成在继续催促当中。那我觉得美国的领导力会受到挑战。那讲到第三党过去的第三党，因为刚才杨老师讲了，你在选举的时候，这个通常都是国会没有这个比例代表制，所以机会不大嘛，都1:1。可是呢，如果你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你出来然后因为你的票数影响到2个党在某一个州竞选非常接近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影响力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绿党在2000年大选，大家觉得说，大家都知道佛罗里达当年就是高尔在那边输了537票，所以小布希当选了。所以如果今天那537票给了高尔，高尔就是总统了。可大家都忘记了，就是其实高尔如果在这个很小的一个州 New Hampshire 4张选举人票，他如果赢了那个小州，他就赢了。可那个小州的绿党的票加民主党的票，绿党应该是偏民主党嘛，那个加起来就赢过小布希了。所以只要在我们就觉得 Ralph Nader 这个环保意识的人，他如果那个是支持了高尔，那今天就不会有共和党执政了。那个时候，所以小党在那个时候是会有作用。可是大部分的这些党都是靠一些意识形态，譬如说刚刚杨老师讲的宪法党，他们就是觉得要维持宪政的传统等等绿党或者 Libertarian 就是完全是自由。可是
马斯克不一样哦，马斯克是难得一见那么有钱的这个人，而且他可以扶植各种。那如果今天有人在共和党的初选当中被川普做掉了，那今天就有戏看了啊，就会有一些人会过来。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可能跟过去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从来没看过过去的第三党有这么多钱的。再来支持的首富来支持，毕竟在美国选举真的还蛮花钱的，钱是很重要的银弹。那上次呢，他在帮川普选举的时候，他也是很猛的在砸钱。这一次自己出来创政党，会不会真的有个新气象？不知道，来请教一下舰长。首先我要讲一下美国现在的问题，像我们今天光看到这一个版面，就发现它是又天灾又是人祸。那当然，这个天灾是不是一个天灾？好比说刚刚有说，是不是因为你裁这个气象局的人裁的太多，所以预报失准？我想那不至于，因为现在的气象预报不是靠比赛，我有多少人在这里预测，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超级电脑在那里估，所以那个东西只要在运作，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跑出来准或不准是由那个系统来决定，这是一个。但是它的人祸，我倒看到说真正的是现在有很大的人祸。先说第一个大而美法案，如果大而美法案真的像川普说的这么的美好的话，为什么在众院或参议院它的表决几乎都是一半一半？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完全是看法完全不一样的看同一样东西，就是他的政治已经分裂到这个地步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看到刚刚也看到好几个枪击案件，最近也发生好几个枪击案件。你知不知道这个以前每一年像在2010年的时候，他每一年美国人民买枪的数字因为他买枪他要到 FBI 去那里登记，在 FBI 登记的在那时候在2011年大概都是500万。600万、700万这个数字然后到了什么时候，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2000万，你知道吗？就是川普在第一次竞选连任的时候，2020年的那个枪是2108万，高到这个地步。然后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年的这个枪大概都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1500、1600、1700。就为什么这么多人最近大量的买枪是以前的大概2倍、3倍呢？这就是它的分裂，所以造成它的，这是美国的国内那接着你再来看大而美，大而美那个将近1000页那我给它大概中整一下，我大概很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他减了很多的税，可是你们去想，谁会缴税？穷人会缴税吗？穷人不会缴税的，很有钱的人缴的税越多，所以当他大量减税的时候，很有钱的人得利。第二个，他删减了很多社会福利，好比说医疗的，好比说食物券的，他是把它条件限得很难，然后很多人原来可以申请到，现在申请不到。那我再问你一个，谁需要这些医疗保险跟食物券？穷人很有钱的人会需要吗？当然不需要。所以他删减了穷人的很多钱拿出去，然后减了这个富人的钱，这个东西叫做劫贫济富。好，这是一个算了。然后你再去看他，仔细看他所有删减的这些省下来的医疗啦、食物券，几百亿美金而已然后他单是今年，他说他的那个叫做国防开支要增加1400亿，这1400亿给谁了？给了这个军工复合体，所以他就是他的大而美。我简单讲就是劫贫济富、图利军工团体。如果你是美国人民，你会支持吗？所以我非常赞成这个马斯克去反对这个东西。如果我是美国人民，我也会反对。